大家晚上好。有人这次又抢到沙发了啊，这个板凳小马扎儿，欢迎大家来到周五的老范讲故事节目。现在呢，好像还没有人啊，可能待一会儿就有人了。今天呢，咱们来讲一讲 Oracle 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的世界首富一日游。啊，这个 Oracle 突然暴涨，这个确实是吓到了很多人啊，因为很多人觉得 Oracle 都这么老牌子的企业，居然还能涨得起来啊，这个确实比较瘆人。我看看啊，今天呢也是就这一个故事。周末呢可能会跟大家讲讲这个预制菜的事情吧。既然这个罗永浩在这么努力的刷存在感，对吧？总还是要给出一些关注的。会员节目的话，可能需要稍微的修整一下啊，不能保证每周都有会员节目了。大概就是本周的一个安排。前几天呢去了一趟，服贸会啊，但是没有进去。人很多吧，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天应该是免费的啊，人会很多。这个在首钢园，反正秋天了嘛，总还是要多出去溜达溜达的。最近安卓叉叉火了，安卓猫、安卓车、安卓思维，哎，这还没太听说啊，回头去研究一下。你每次都换一个工作背景是吗？这个也不一定每次了，反正想起来就换一个呗。今天正好早开始了，就是我早上线了一会儿啊，虽然开始是按8点整开始的，但是早上线了1分钟啊，就干脆换一个。这些背景呢，都是我平时录视频的时候用的，就是我录完视频以后，总会抠个像，给自己换个背景。然后呢，我会根据季节、根据录制的内容，去生成一个符合这个视频调性的一个背景啊，把自己抠进去。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挑一些在平时视频里头大家没见过的背景啊，别浪费了，给大家瞅一眼。好，再喝口水啊，咱们就开始。好，33个人了啊，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Oracle 突然暴涨，Oracle 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在世界首富的位置上做了一日游啊，就是突然成为首富，超过了埃隆·马斯克。然后呢，其实不到一天呢，就又掉下来了啊，又比马斯克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因为到第二天呢，Oracle 的股价下滑了，应该是6%吧。马斯克的特斯拉股价在上升啊，因为马斯克也在说一些话嘛。大家都在画饼，其实要注意啊，就是欧美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跟中国股市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中国股市呢比较相信一些这种短期内的，比如说你的业绩很好啊，你的这个收入很高啊，会比较相信这个。而欧美股市的话，特别是美国股市呢，会比较相信你未来3到4年的以后的一个想象空间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猎豹移动的时候上市了以后呢，这个中国公司的老板就老惦记说，哎，我啥时候能去割韭菜啊？我啥时候能套现？我啥时候能拿这个钱去整点什么事儿？我这个股价怎么能涨上去啊？怎么老也涨不上去啊？老想这个事儿。后来就找这个 CFO 去问啊，因为上市公司的 CFO 实际上是一半是属于公司的人啊，另外一半是坐在 SEC 的屁股上，他会检查公司的各种问题。然后 CFO 就跟他讲说，这个美国上市跟中国不一样啊，说人家是看你未来发展，你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别人可能看不懂啊，然后你未来的故事又讲不明白啊，你哪怕现在说，哎，我有多少日活、多少月活、多少收入啊，这个别人依然觉得你未来可能是起不来的啊，他不再做这种特别短的短线。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未来2、3年啊，有一个大家都能看得懂、都能够理解的方式，能够赚一大笔钱啊，这个它就会涨上去。所以 Oracle 的暴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首富呢，这个其实没有当一天啊，只当了6个小时啊，就是涨了40%，他就成首富了啊。然后到这个收盘的时候呢，最终大概是涨了35%，还掉下来一点，
啊，所以呢，就是在收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首富了，又比埃隆·马斯克少那么一点点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公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 RPO 4450亿美金，RPO 呢就是叫做未来的一个已经签好的合同啊，就是我未来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未来的一个收益啊，这个是4450亿美金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现在的这种营收啊。那这个4450亿美金里头呢，OpenAI 占了3000亿，剩下的呢应该是 XAI 和字节啊，就这些应该也会在里边贡献一些。那么一看说，哦，你原来是这个已经都签好合同了啊，这个马上就要去执行了，那么原地起跳40%，最后收盘35%。拉里·埃里森啊，在首富的位置上待了6个小时。现在注意啊，拉里·埃里森呢是 Oracle 的创始人，现在呢应该是 CTO 啊，就是他的首席技术官。他 CEO 呢是有另外一个人再去担任啊，他在201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从 CEO 的位置上退下来了，所以81岁的老头啊不是 CEO， 要说清楚。那你说怎么这个股票往上涨，他就直接首富了呢？这个马斯克成首富也好，拉里·埃里森成首富也好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啊，就是持股比例巨大，对吧？你一定要持很多的股票，你才可以成为首富，对吧？他超过马斯克的时候，整个的这个 Oracle 市值也不到1万亿美金，对吧？9900几十亿美金，没有冲破1万啊。但是呢，拉里·埃里森个人持股41%，对吧？那这个数就非常非常吓人了啊！那直接就成为奔着首富就去了。那啥是 RPO 呢？这也太好用了啊！别人咋不使这个招呢？对吧？大家都画这个饼，大家都涨不挺好的吗？这个呢叫做剩余履约义务啊，这个字稍微有点绕嘴啊。这个就是什么意思？你签了合同了啊，但是我还没有履约啊，还没有给人提供服务呢啊，这个东西呢叫做 RPO。那你说我提供了服务还没收钱的那东西叫应收账款啊，就不叫 RPO 了。2018年呢，这个制度才开始有啊，以前是没有 RPO 这种东西的。所以呢，我们以前也没见过这东西。你像我们那个时候猎豹移动是2014年上的市吧，所以那个时候没有 RPO 制度啊。2018年啊，全面实施的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里边要求必须要去披露 RPO。它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披露金额和构成啊，就是有这个金额里头包括2种啊，一种叫已开票的延迟收入，包括这个就应收账款也是写在这里头的啊，然后包括未开票但是已签约的收入我还没有这个给你开发票呢啊，但是呢我合同签了啊，这个也算在里头，但是呢你必须要分开了啊，哪一部分是多少，你一定要分开了说清楚。然后第二个呢，你必须要说清楚呢，叫时间分布。就是未来12个月的和12个月以后的必须要分开说。你像 Oracle 这个 RPO 4450亿里头呢，其实大部分是在12个月以后的啊，就2026年里头能够见着的钱其实是很少的，他甚至可能为了这笔钱还要好好的去花一笔钱出去，对吧？大部分是从2027年开始，每年可能600亿或者几百亿美金这么收进来，这块要讲清楚。然后是叫高管责任和审计要求，对吧？你说，哎，有个 RPO 这事儿挺好，咱们也都去整一个，对吧？这不行的啊。CEO 跟 CFO 是需要签署声明的啊，保证 RPO 披露真实。如果发现作假啊，我现在宣布了啊，我这个未来几年挣大钱，结果呢，最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最高可以判20年有期徒刑啊，然后罚款最高500万美金啊，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处罚，所以一般人不敢在里头做这种假。大家注意，上美国上市的这种公司都是有这种担忧的啊。像我们当年上市了以后也是这样的。富盛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做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做所有东西不要做假啊。后来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事儿对吧？你看 A 股的上市公司都如何，两回事啊。他说你要在美国做假的话，这个下次去美国就直接被人扣那儿了，对吧？那是真的要坐牢的啊。所以一个要 CEO 要坐牢，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 CFO 会坐牢
啊，这么这个是做假的 RPO 是非常非常重的处罚。不过现在啊，拉里·埃里森不是 CEO 了啊，所以最后坐牢的也不是他啊。这个咱不能说他这是假的啊，就是即使是假的，也不会是他坐牢啊。除了 CEO 跟 CFO 签署了这个声明之外，还需要呢4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背书啊。你光你们自己2个说我豁出一身剐，这事儿没用啊。Oracle 的财报呢是经过德勤和普华永道啊论证过，才通过 SEC 的审核的，就是你能够这个把这东西发出来说，哎，我们有4450亿的 RPO， 这个是由2家会计师事务所验证了以后啊，经过 SEC 审核了以后才能发出来的。那么如果完不成怎么办呢？对吧？你说我现在吹了牛了啊，如果完不成呢？如果是商业风险，你提前披露了啊，这个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你像 Oracle 里边也写了啊，说这个我们有一部分的 RPO 可能因为客户的战略调整而延迟，他也没说取消啊，就是有可能 OpenAI 手里头钱不太够，可能晚一段时间执行啊，但还是会有的，他是这么来讲这话的啊。但如果作假，如果是作假的，对不起，去坐牢和罚款啊。这就是他这一次啊短暂的6个小时首付1日游的啊，或者叫半天游的一个起因吧。Oracle 呢是一个挺老的公司啊，咱们稍微回顾一下 Oracle 的故事。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有3个公司啊是名字连在一起的，叫 IOE 啊 ，I 呢是 IBM，O 呢是 Oracle，E 呢是 EMC 啊，一个呢是数据库巨头啊，一个是主机的巨头，还有一个是存储设备的巨头。特别是在2000年玩千年虫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特别是 EMC 啊这些东西一把就起来了啊，说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对吧？你必须把数据存好啊，要不然你的数据丢了啊。所以这3家呢是当时所有系统建设里头都是离不开的。那么 Oracle 呢是这个里边唯一的一个软件公司啊。IBM 虽然也做软件啊，但是主要还是卖主机的，对吧？那么 Oracle 呢作为数据库巨头啊，算是这个整个数据库领域里头唯一的巨头啊。当时我们接触到的这种数据库或者这种大型的企业级数据库呢，老大就是 Oracle 啊 ，Oracle 之外的才是一帮小兄弟们在那打来打去，像什么 Informax 啊、Sybase 啊、SQL Server 啊、DB2 啊这些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小兄弟啊。这个但是他们几个可能加起来的份额，也就是让 Oracle 稍微瞅一瞅就算了。这里头可能比较倒霉的是 Sybase 啊 ，Sybase 是当时跟微软去谈了个合作啊，说咱们合作一把吧，啊，你们没有数据库，我帮你去做一下。微软就这个一边合作一边自己偷偷开发啊，然后把 Sybase 的人再挖走一批以后，然后做出了 SQL Server，Sybase 就差不多挂掉了啊。微软其实经常干这种事情，微软的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 DOS 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啊，当时是 IBM 委托他去开发。对吧？一开始叫 PC DOS 啊，后来他自己做 MS DOS，PC DOS 就是 IBM 的啊。后来呢，微软说咱们接着再来一次吧，啊 ，IBM 这个孩子就不太听劝嘛，又来了一次啊，说 IBM 说咱们做图形操作系统吧，啊，我们做 OS2 啊，你跟我们一块去做。然后做了半天呢，微软在这边给这个 IBM 合作开发 OS2 的时候，自己在偷偷开发 Windows， 对吧？然后 Windows 啪一发布 ，OS2 直接死了，所以以后 IBM 就不再跟微软这么玩了啊，吃了2回亏了啊，这个。是当时的几大数据库巨头。其实我开始接触 Oracle 的时候呢 ，Oracle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国内的银行、电信、保险公司、医疗，唯一的选择就是 Oracle 啊，绝大部分都是 Oracle。如果有个别的客户说我们不选择 Oracle， 那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困扰。为什么呀？这个因为你的程序都是拿 Oracle 写的啊，或者都是针对 Oracle 写的。啊，你如果说遇到了一个别的数据库，你需要做大量的迁移，那个成本非常非常高。我们甚至遇到过一次什么呢？就是 IBM 的主机，然后装的 DB2 的这个数据库，IBM 自己家的数据库，然后哎呦那费劲啊！我们真的是在那儿写了，可能差不多一夏天啊，才把 Oracle 上的各种存储过程，因为它有很多代码是写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里边的啊，然后再重新搬到这个。DB2 上去，然后搬上去以后还各种各样的 bug 啊，烦死我了。所以啊，这个除非是
上面这个甲方啊拿了太多的钱了啊，否则他们都是会老老实实选择 Oracle 的，因为选择其他东西实在是风险太高。这个程序都是拿 Oracle 写的，那个 Oracle 那个时候就跟现在的 CUDA 似的啊，你这个换一个这个平台啊，整个迁移成本实在受不了。我们当时只要看到谁家的数据库选择不是 Oracle， 他们一定是领导拿钱拿疯了啊！就是买 Oracle 数据库的这帮人也拿钱，但是呢，还是会有点底线的，对吧？对于 Oracle 来说，反正我知道你必须选我，对吧？我也不会给太多钱啊。但是对于 IBM 或者其他几个这个数据库公司来说，这个一定要给足够的钱，人家才会选你啊。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想，我是90几年，差不多2000年开始啊接触这些玩意儿了。Oracle 呢，在1990年呢，其实干过一次比较丢人的事儿，干嘛呢？财务造假啊，他财务造假被这个 SEC 罚过一次。他呢怎么做财务造假呢？当时还没有这个 RPO 这东西啊，刚才咱们讲 RPO 是2018年以后才有的东西，对吧？当时呢，虽然没有 RPO， 但是 Oracle 的手段其实跟这一次是差不多的。他呢做了叫收入确认欺诈，将尚未提供的咨询服务确认为收入了啊，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直接给人开发票，虚构客户已经接受服务的证明文件啊，等于就好多收入是假的嘛，就是1990年就被人警告过一次。然后呢，做重复记账和虚假交易，同一笔销售业务重复开票，虚增收入规模。客户呢升级软件的时候 ，Oracle 会把以前的这个旧合同没有注销的旧合同继续支付这个服务啊，继续开这个服务发票。因为你总是比如说我买了 Oracle 5啊，然后你升级到 Oracle 6了啊，你原来 Oracle 5的那个后续服务的发票我又给你开出来了。虽然你钱肯定收不着了嘛，客户不傻嘛，但是发票开了呢，你也可以算这个应收账款可以挂那儿，对吧？你的股价是应该涨的嘛。而且呢，他有时候对同一个收入重复开发票啊，开好几次。而且呢 ，Oracle 还干一个什么叫忽视退货和折扣，未按照规定从收入中扣除客户设备退货的金额啊，比如说你把东西卖了啊，然后呢人家退货了，你并没有在这个报表里把它去掉啊，还是算收入记进来了，也未披露向客户提供的更高的这个折扣啊，原来比如说原价100万啊，这个折扣打完了以后收了人20万，但是呢，你这个计收入的时候还是按100万计的，就干了好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当时股价是暴跌了60%，但是呢，在后面一段时间呢 ，Oracle 逐渐的把 Informatics 和 Sybase 干掉了啊，然后股价才慢慢起来。所以呢，今天干这个事儿呢 ，Oracle 90年的时候就干过啊，只是现在呢有法律保障了啊，说你们都签过字了，这事儿是真的啊。这个90年的时候就属于活还比较糙，这个呢是拉里·埃里森可能自己还是稍微草莽了一点吧。这哥们儿是真辍学啊，就是他跟像比尔·盖茨啊、扎克伯格这帮人还不太一样。这些人呢是要这个创业了啊，所以书没有读完啊，直接就融资，直接成大老板了。这个拉里·埃里森是辍学了以后出去打零工了啊，就实在上不下去了。然后四处打了很长一段时间零工了以后啊，才逐渐的开始写软件，成为程序员啊，给人去写这个数据库系统啊。他写的第一个数据库系统是给 CIA 写的啊，当时那个项目叫 Oracle 项目啊，就是这种应该叫预言吧啊，是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后来这就成为他的这个正式的产品的名字啊。他后来创业的时候我们这个名字叫 Oracle 吧，而且他推出的时候就是 Oracle 2.0啊，他还是耍了这么一个稍微的小花招啊，这就是90年干的活。像我在2000年前后开始接触 Oracle 的时候呢，Oracle 正好是企业软件的一个黄金时代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甲方是谁啊？为什么 Oracle 这种东西会这么强 ？IOE 为什么会这么强 ？IBM、Oracle、EMC 为什么会那么强？因为当时的甲方是大企业。对吧？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啊，这个后来去一个专门卖这种 Oracle 啊，卖这个EMC 啊，卖这些设备的一个系统集成商去做销售去了啊。后来我说你这个销售做的怎么样啊？哎呀，他说我们这儿啊，他说我一个人是做这个叫非电信行业销售。哎，我说这什么意思呢？我说你怎么叫非电信行业销售？那其他人呢？我说你们一共几个销售啊？
他说我们一共20几个销售啊，那10几个20个销售都是叫电信行业销售，只有我一个人叫非电信行业销售。哦，我说那都是电信公司买单，对，全都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啊，就是他们几家去买单，然后买了大量的这种像什么 Oracle 啊、IBM 啊、EMC 这样的设备，然后非电信行业里头也都是大量的这样的东西啊，因为你一旦是大企业买单的话，他们要求的并不是互联网企业所要求的这种高并发，而是绝对安全稳定，对吧？然后有人去给我做服务啊，有任何事情错了，都可以根据合同去追责，这是大企业买单的一个标准流程啊，或者说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这个 Oracle 啊就非常的如日中天啊。再往后一段时间呢，互联网时代起来了。互联网时代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轰轰烈烈的干了一啥事儿，叫去 IOE 化，对吧？我们不要 IBM， 不要 Oracle， 不要 EMC。首先 ，IBM 的服务器跟现在的互联网服务器就完全两种东西啊。IBM 的服务器是第一很贵啊，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它里边每样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2个电源，2 CPU 啊，甚至 CPU 都是插在板上 ，CPU 板一个板上2 CPU， 然后插2块板，然后你随时都可以热插拔、热换，包括网卡什么都是俩的，硬盘都是俩的啊，都是这么来去工作的。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不停机的时候，我可以把电源换了，甚至他说我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把整个电脑都换一遍新的啊，然后整个的服务没停下来。他们追求这种玩意儿，所以那机器奇贵无比。啊，维护起来也很麻烦啊。里边呢，一开始是装的 IBM 自己家的操作系统，后来呢是 IBM AIX 啊，也是 IBM 修改的一个 Linux 系统，对吧？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现在去看看咱们云计算机房里的这些服务器，全都是什么刀片服务器啊，什么都是这种东西，对吧？它的价格很便宜啊，然后呢，没有哪样东西是双备份的，有一些可能有双电源的，但是里头有很多东西并不要求你热插拔。它实在不行，我就把这个机器整个拔下来，然后再换个新的上去就完了，对吧？我们后来是通过软件的问题把这个叫不掉线可用性的问题解决掉了，对吧？我们发现，哎，这个服务器不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从镜像再启动一台新的服务器，然后就可以把这台硬件的服务器把它干掉，然后重新再去维修更换一个新的上来。所以现在的这些机架服务器是非常便宜的啊，哪怕你现在去买戴尔的服务器。买华3的服务器啊，就算是比较大的，比如说24盘位这种服务器，也就是几千块钱啊，非常非常便宜，绝对不是当时买 IBM 那种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一个价格啊，都两回事的东西。EMC 呢，现在更是完全没必要的东西，对吧？现在的这种存储完完全全不需要 EMC， 都是这个专门的这种硬盘阵列的这种服务器，直接就挂上就完事了。而且呢，都是直接通过 TCP/IP 走的啊，就 EMC 原来做的那些。这个就是他们自己专门做的一些私有协议，现在全废掉了啊，没有人用了。Oracle 呢，现在在被MySQL 啊、PostgreSQL 啊，包括后来的一些这种非关系型数据库给替代了啊。非关系型数据库，比如说像 Cassandra、MongoDB 啊，被这些东西给基本上替代掉了，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你这个数据这么安全啊，这么复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读写，然后呢，可以进行多机的备份，哪怕是说错了一点没关系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软件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处理掉啊。你像阿里当时他们的一帮人就出来搞这个叫去 IOE 化，然后这帮人呢就是说你在阿里下单做错点什么事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大不了我这一单我赔给你了，对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让我为这件事儿然后整一大堆的这个服务器在这盯着，这事儿一点都不划算。我记得当时他们去改造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就是从阿里里头先做完了，去 IOE 化了以后，然后出来去改造。就最早阿里也是 IOE 啊，他们出来改造的第一个最著名的项目就是12306，买火车票的。12306的系统最早是联想给他们做的啊，就是 IOE 这套东西做出来的。然后发现根本就不行，你赶上春运，赶上所有这些大的节假日的时候，直接崩菜。然后阿里这帮人上来说：“来，我给你改吧，别费劲了，我们去弄。弄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容忍这些错误。买错了一张票就错了呗，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原来都是这种问责体系啊，错了啊，谁要担责任，谁要这个丢官，
大家就是为了自己的屁股下的位置啊，为了脑袋上的帽子，都是买 IOE 啊。只要是我买这些东西买最贵的啊，第一个有回扣拿啊，还可以出国考察；第二个出了问题，你看 IBM 都出错了，你还能说我啥？我已经没办法买更贵的东西了。就是以前的这个大企业买单是这么干的啊。但是互联网化以后啊，就不费这个劲了，说咱们就干脆这个错点就错点啊，这个我们容忍一定的错误率完事了。后面呢，这个很多的企业订单呢也发生变化了啊，就是企业已经不是说我自己吭哧吭哧整个做一整套系统了，现在呢很多的企业的服务走到 SaaS 服务去了，对吧？这个就是他给你做好系统啊，我们就只管使就完了啊，所以这就是企业软件向互联网软件时代进化的一个过程。Oracle 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被打得很惨。Oracle 呢，在这个去 IOE 化以后，在干什么呢？就是疯狂的买模式，因为它前面挣钱挣太多了，对吧？MySQL、BEA、PeopleSoft， 最后还把 Sun 买下来了。Oracle 在整个的上市以后这段时间里，大概进行了超过100次的并购。就是有什么东西啊，这个买 Oracle 买的很多啊，是我的上下游，我就直接把它买下来，就搞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这种操作。所以后来呢，就是这个 Oracle 已经从一个提供基础的数据库的公司啊，到了一个提供完整系统的公司，最后整个系统他替你做去，对吧？他什么系统他都有啊，每样的这个各个行业的软件，包括后边什么医疗软件什么全有啊，他拿这些东西出来说。哎，咱们继续去买单吧啊！大概 Oracle 后来就走了这条路了。然后呢 ，Oracle 为了维持股价啊，为了把这个股价一直推上去，还做了一个很疯狂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做股票回购啊，从这个股市上再把它已经发行出去的股票再买回来，反正利润足够高嘛，我挣的钱很多啊，我就直接再把它买回来就完事了。通过股票回购呢，让拉里·埃里森手里边的持股比例从21%上升到41%，这玩意儿咋干的呢？这个就是这么干啊，就是我这个回购股票注销掉，回购股票注销掉，然后埃里森自己又不怎么卖股票，对吧？我就拿着手里的股票啊抵押出去，然后拿一些钱回来啊，自己稍微花一花就完事了啊。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持股比例不断上升，所以 Oracle 股价一涨，它就成世界首富了啊，这样干的。而且 Oracle 呢是一个这个科技公司里头大家负债率最高的一个公司，谷歌的负债率是比较低的，只有5%，特斯拉的负债率是39.27%，对于一个做汽车的公司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啊。原来我们讲过，比亚迪大概是70%-80%了啊，这个是特斯拉的负债率是很低的，微软的负债率是44.51%。亚马逊的负债率是51.07%，因为亚马逊后头还有这个仓储物流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低端员工啊，就是它有很多物流员工在这儿啊，所以它的负债率要稍微高一些。Oracle 的负债率86.33%啊，非常非常高，每年光利息付40几亿美金出去啊，它呢很多长期债，就是我能说清楚我未来要干什么，我就借钱，然后呢借完钱回来以后呢，也不断的说，哎，我到期了怎么办呢？再借新还旧呗，我就是把这个利息还掉啊，这个钱我就接着花着，是吧？他呢并购肯定是需要钱，因为前面做了100多次并购嘛，肯定是需要钱的。然后回购你也需要钱，对吧？我不停的去回购这些股票，我也需要钱。然后做云计算的机房的基础设施建设，你还是需要钱。现在呢更是名正言顺了，我要做芯片啊，我要买英伟达，我要做算力中心，这都是钱呀，对吧？所以接着借钱啊，接着补。Oracle 的云计算呢，算起步比较晚，它2016年才开始做云计算啊，但是呢，足够狠，对吧？这个它算是海外最便宜的云，咱们普通用户上去是可以申请免费主机的，而且是永久免费主机。你像亚马逊，你可以申请免费，但是只能使很短的一个时间，包括谷歌啊，包括这个。微软啊，它的这个对新用户的免费时间都很短。谷歌大概是每个新用户注册上去以后，有300美金的这个额度啊，必须在1年之内花完啊。我其实有1年是花了我的那个300美金的啊。那么 Oracle 这个就是永久免费啊。我自己就是 Oracle 用户，就是我的lookfan.com 的那个网站啊，就是我的博客站，就是在 Oracle 云上，那不要钱嘛，对吧？那为什么不用呢？啊，包括我的 DeFi N8N 什么的都布在 Oracle 云上去，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啊，因为不要钱啊。这个当然你有的时候还要稍微买点存储啊，或者买点其他东西，我每个月可能还是要稍微付一点钱的啊。每个月大概付一杯奶茶钱啊，挂着2台主机在那儿每天替我干活，还是非常非常爽的。Oracle 呢是所有云计算里头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对吧？就是你要去买它的主机啊，它要比其他的几家都要便宜，而且现在呢 AI 时代了，它的算力报价也要比别人低很多啊，它要比微软和谷歌的算力报价低非常多。它怎么去跟这个谁啊 TikTok 达成协议的？因为它主机便宜啊，怎么去跟 OpenAI 达成协议的？因为它算力便宜啊。OpenAI 原来跟微软签的协议是你必须使用微软的呀，对吧？后来说你看 Oracle 比你便宜这么多啊，我要用 Oracle 的，那微软也就只能同意了呗。啊，最近呢 Oracle 还逼得亚马逊啊进行价格调整。亚马逊现在可能叠加各种优惠券以后啊，它的某一类品类的这个算力要比 Oracle 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啊，但是绝大部分的算力品类，你比如说 H100啊，亚马逊可能叠加优惠券以后啊，比 Oracle 的稍微便宜点，或者基本持平吧。但是你比如说我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A800啊，或者 A100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这个算力的话，就还是 Oracle 便宜啊，它是这样来算的。而且 Oracle 呢，这个我做云计算的厂商，就是你进来越晚啊，你的这个基础成本就越低。你像 Oracle 的大量主机是 ARM 的 CPU 的，它等于新买的嘛，它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什么 AMD CPU 啊或者英特尔 CPU 的这些主机，所以它本身成本它就是比别人低啊，它是这样来去玩这个事情的。而且 Oracle 呢，现在叫符合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啊，他去参加星际之门计划，对吧？我这个视频前面放的这个图，就是拉里·埃利森啊跑去星际之门签约的时候他放的这个图，然后也在为 TikTok 提供服务器，还准备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啊。特朗普说：“我支持 Oracle 收购啊，挺好的呀。”当然这部分还没有落地啊，我估计还要再等一等。现在呢，还跑去找博通啊，说我们定制算力芯片吧，这个所有人都要去干啊，云计算厂商都要去定制算力芯片。这个谷歌、美塔、字节跳动是现在博通已经披露的说，我们已经有3个啊，这个找我订购的这个算力芯片啊，投入量产了啊，因为谷歌的 TPU 是唯一的一个自己训练出大模型的这种啊，这个博通的芯片啊。其他的呢，现在还没有自己训练出大模型的这个战绩出来，但是呢，博通在这块确实是很猛。现在全世界的算力芯片里头，大概博通占10%啊，要极大的超越英特尔跟 AMD，就老大肯定是英伟达，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老二是博通啊，就四处我给你定制去，谁需要我给你定制去，啊，这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博通另外一个已经签了单子的。准备量产的应该就是 OpenAI 啊 ，OpenAI 现在也在找博通定制它的这个专属的 CPU 啊，专属的这个算力芯片吧，不应该叫 CPU。苹果呢，现在据说已经跟博通签协议了啊，就是说应该也写在 RPO 里头了。2026年啊，苹果的算力芯片也会量产。前面咱们讲过啊，苹果跟这个英伟达是有夙愿的啊，所以苹果从来不买英伟达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呢 ，Oracle 暴涨啊，博通也在涨，虽然涨得没有 Oracle 那么夸张吧。英伟达呢，当时还小幅下跌了一些啊。那你说，哎 ，Oracle 砰涨上去了啊，这个拉里·埃利森超过了埃隆·马斯克，成了世界首富，当了6个小时。那埃隆·马斯克也不能闲着呀，对吧？特斯拉也没闲着啊，赶快发布产品。第一个呢，发布的是储能产品，这个人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电网的设计是怎么设计的呢？是按照峰值设计的啊，就是最高峰要用多少电，我们就要储备多少这个电力，因为这东西没法存嘛，对吧？但是绝大部分时候，这个电网真正运行的效率大概运行的这个就算效率吧，大概只有这个峰值的可能30%、40%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我们上了算力中心啊，那我们这个用电量继续上升，你只能是扩充电网，对吧？所以这个特斯拉说别费劲了，我给你用这个储能吧。对吧？把这个电发出来以后给你存下来，我们就不需要把电网做那么大了，对吧？然后等你这个需要有高峰用电的时候，我就从电池里头把这电给你放出来，不就完事了吗？对吧？这是搞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擎天柱3啊，说我们已经定型了。原来擎天柱2就说要量产嘛，后来说不行，我们要再改一改啊，说现在擎天柱3已经定型了，马上就要出来这个大批量投产了啊。而且呢，特斯拉肯定也得宏大叙事一下嘛，定制芯片去，对吧？这个也不能少了特斯拉。而且大家注意啊，特斯拉跟 XAI 是定制的2个不同的芯片啊。特斯拉定制的芯片叫 AI5 和 AI6啊，这个原来的这个特斯拉第4代的芯片呢叫 HW4，就是大家买的这个现在去买这个，比如说 Model 3啊、Model Y 啊，就是 HW4的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其实是三星给它做的啊。然后呢，这个 AI5呢是由台积电给它做，到 AI6的话应该又回到三星去给它做，但是呢，应该是三星在美国的工厂去给它做去。XAI 定制那个芯片叫 X1啊，这个呢大概率也是三星给它做的。就很多人在那奇怪说，哎，说特斯拉你疯了吧？人家都上台积电定芯片，你咋上三星定芯片呢？而且一下就跟三星签了好多合同啊，要去跟三星定芯片啊。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特斯拉使三星使的比较习惯啊。这些 ISIS 的芯片里头啊，其实有点像英伟达的 GB200长那个样子。什么意思呢？它中间有一个 CPU， 两边是2颗算力芯片啊，它是以3个芯片成为一套的。而特斯拉的这个芯片里头，它比较习惯使的是谁的 CPU 呢？它它比较习惯使用三星的猎户座 CPU， 对吧？所以呢，它一般是三星猎户座 CPU 的 IP， 然后再加上它自己的一个 ISIS 啊，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算力芯片啊，凑在一起啊，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算力核心吧，是这样来去工作的。它的 HW4 就是猎户座啊，这个 AI5 呢？因为三星的制程搞不定啊，所以呢，它现在使用的是 RISC-5的一个 CPU， 跑去找台积电啊做3纳米代工去了。它的 AI6 呢又回到三星猎户座 IP 啊，然后呢接着重新让三星去代工，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是2.5纳米啊，就是你的工艺要再往前走一步了。那算力的故事依然在延续 ，Oracle 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对吧？咱们前面讲过算力故事，比如像 CoreWeave 这样的，对吧？包括最近的 Lambda 这样的公司，都是英伟达投资，投完了钱以后，请你拿着钱再回来英伟达买芯片，买完芯片回去建机房，建完机房以后，英伟达再花钱把你这个机房里的算力租出来，然后再出去给别人用，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过程，实际上这个东西压根没到用户手里头。CoreWeave 已经上市了 ，Lambda 估计也能够被英伟达这么直接喂上市去。然后今天 Oracle 其实也是这么干的活啊，就是说，我们也要走 AI 了，我们也去定制芯片了，我们也是这个叫做什么未来签了大单了啊，然后请给钱啊，大概是这么干的一个事情。前几天阿里股价暴涨，其实干的也是一样的事儿，说啊我们阿里也要去定制芯片了，而且我们这次定制的芯片呢不上台积电代工，我们在国内就可以搞定啊，7纳米可以搞定，7纳米反正差点意思吧，啊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阿里的股价暴涨。对吧？然后博通啊也是这样啊，大家都在我这儿定制芯片啊，我的股价也暴涨。XAI 啊也准备上自研芯片，它叫 X1啊，这个芯片应该也是使用的三星猎户座的 CPU 啊，然后以及 XAI 自己的算力芯片啊，或者叫算力 ISIS。然后呢，这个芯片应该是在三星美国的工厂去生产，对吧？而且计划采购多少呢？这个未来5年采购。相当于英伟达 H1005000万颗的这个算力啊，就是5000万颗 H100的算力，要把它采购起来去干活去啊。这也就是 XAI 自己不是上市公司了，这要上市公司的话不涨疯了啊。现在 XAI 把 X 收进来以后，一轮一轮往上融资啊，这个已经是把当时买 Twitter 的钱全都挣回来了啊，这个还是很强的。甚至就算是咱们很少提及的百度啊，最近也在宣布。我们也要去做芯片了啊！我们做那芯片叫昆仑 P800，啊，这话喊完了以后，股价涨4%啊！这个只要谁喊说我们干这事儿，我们去做芯片了，我们自己自研推理芯片啊，这股价就往上涨。英伟达当然也得应对一下啊！英伟达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它发布了一个叫 Robin XPG 的XPU 吧，就发了一个这样的这个芯片出来。它正常的应该是 Robin GPU 对吧？它 XPU 是专门做推理的，因为呢，刚才咱们讲的这些自研芯片基本上都是专门的推理芯片，
就是推理跑得飞快啊，但是训练有的行，有的稍微差点意思吧，或者说跑通的不多。然后英伟达说算了，咱也别顶着这个 GPU 往前走了 ，GPU 太贵啊，我们也做一个量大管饱的啊，我去跟你竞争一把去啊。所以这个英伟达前2天也发布了一个新的叫 Robin XPU 的一个东西。那么再往后讲啊 ，Oracle 这次到底是不是泡沫了啊？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对吧？那么这要看星际之门到底执行成什么样了啊？如果孙正义给钱啊，这个中东土豪给钱，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应该还可以往前走。但是这些钱呢，你说只记录一次，它肯定不太划算，对吧？就跟 GDP 那个计算方式一样 ，GDP 咋算的，对吧？你给我5块钱啊，然后呢，我给你3块钱去买一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给我2块钱买一服务，那这个 GDP 的话是需要计算10块钱的啊，因为它需要把所有的这个来回的交易都算上，所以呢。它这个星际之门啊，也是这么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也是需要去运转的。所以呢，这个钱进来了以后啊，先给 OpenAI， 然后 OpenAI 跟 Oracle 成立了一合资公司 ，Oracle 是提供技术 ，OpenAI 其实也是提供技术。然后这个 OpenAI 去采购 Oracle 的服务 ，Oracle 跟 OpenAI 呢再去博通定制新的芯片，建立机房，把 OpenAI 的算力需求给它消耗掉。那么这个就算是可能转个4、5圈啊，然后最后算完了一下 GDP 涨好多好多啊，但实际上钱就是一笔钱啊，应该是这么去干的一个事情。所以 Oracle 去定制的这个找博通定制的芯片，跟 OpenAI 去找博通定制的芯片可能是同一颗芯片，也有可能是 Oracle 跟 OpenAI 去做的这个合资公司去定制芯片，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遍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股价上升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不是泡沫呢？实际上有2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关键点是初始资金到不到位。孙正义他其实也不想给真金白银，对吧？他还想拿 ARM 的 IP 去抵钱呢。这个里头呢，因为里头都是要使一个 CPU 的啊，所以呢，一般是使用 ARM 的 CPU，对吧？他也惦记干这个事儿。然后呢，至于 ARM 自己的这个 GPU 或者算力核心的这些 IP 的话，在这儿呢，应该不是特别有竞争力。中东土豪呢，大概率还是会给钱的，人家除了钱也没什么别的东西了。银行呢也愿意借钱啊，你只要把前面这故事给我讲圆乎了啊，我们也愿意借钱给你花去。而且股价涨了以后的话，你整个市值上去了，你也有更多的这个融资空间啊，我也能借得到钱。特朗普呢还在让各个盟友过来投钱呢，对吧？日本、韩国肯定是投芯片了，或者投算力，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你说日本同意了，说我们给你这个5000亿美金，那孙正义说：“我这投的5000亿美金星际之门算不算啊？对吧？韩国三星电子上美国去建芯片厂，这钱算不算啊？对吧？你要算才行啊。当然这个稍微有点费劲啊。如果韩国人再是拿着旅游签证进去，说进了这个芯片厂，然后拿出笔记本开始上班的话，还是会被美国移民局冲上门，然后把人都铐走的啊。这个事儿还是干的不是特别利索啊。”所以啊，这个初始资金的话，不塌房的话，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到位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最终买单的人，对吧？这个 OpenAI 今年的收入是100多亿美金，这个甚至是可能会超过这个200亿，或者它今年还是有一些收入的，收入涨得还很快。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 AI Agent 让 Token 的消耗量飞增。原来我们跟 OpenAI 聊天，其实聊不出太多 token 来，但是现在你一旦上了 AI Agent， 上了上下文工程这些东西，那这 token 就没边了啊，直接就起飞了。现在呢，各种的多模态的模型也绝对是 token 黑洞。你说我画个图啊，做个视频啊，这个生成个声音啊，做什么语音识别、图像推理啊什么的，那都是要烧 token 的，对吧？那么这些时候现在这个token 使用的这个数据肯定是呈几何级数或者是呈代数级数上升的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往上涨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各行各业对 AI 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所以 OpenAI 呢到2027年在这个 Oracle 云上消耗600亿美金的这个 token， 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甚至可能还不够。从 token 消耗的速度上来讲的话，5000亿美金的
星际之门算力真的未必够用啊。现在都开始奔着万亿或者2万亿的这个规模去画更大的饼了。token 消耗和这个收的钱其实是两回事儿，因为 token 消耗量一边在快速上升，另外一方面呢是 token 的价格在不断的下降，而且这里头还有中国的开源模型在里头不断的把水搅浑，对吧？所以 OpenAI 呢，消耗掉这么多 token 没问题啊，消耗掉这么多算力也没什么问题，但是 OpenAI 未必能挣到钱，因为 OpenAI 每年花掉的钱要比它挣的钱要多很多，属于挣的越多啊，花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玩法。Sam Altman 呢还在惦记不断的找钱，不断的融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他不去啊把自己弄崩房啊弄塌房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最终会有人买单的吧。那你说 AI 大潮到底会不会回调呢？AI 大潮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经历过大的回调啊，虽然我们看着它有涨有跌，但是呢真的没有大回调过。什么叫大回调？这个首先我们要承认泡沫是存在的啊 ，AI 这里头一定是有泡沫。我们透支了非常非常多未来有可能的这些收入，对吧？那么这些收入的话，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啊。当然从英伟达这儿没毛病啊，大家把芯片都买走了，到 Oracle 这儿啊也有人去把单子签了，对吧？这儿都是 OK 的。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最后怎么为最终用户解决问题的？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往上走的这件事情，现在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泡沫肯定是在。当有大批的 AI 公司倒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泡沫就破灭了啊，咱们就要看看到底哪一天会到，可能也许在今年的晚一些时候，也许在明年的某一个时间点里头，这个 AI 泡沫的回调还是会发生的。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会一直这么涨上去啊，最后肯定还是要破一下。而且呢，有时候一些万众瞩目的利好，最终到来的时候的话，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波动。最后呢，跟大家讲一点吧，就是我这个刚才也是去 YouTube 里去发帖了嘛，就是现在普遍认为下周应该是周二吧，美联储议息会议应该会降息啊，大家都觉得降息应该是一个利好，但是历史每一次降息以后，股市都要回调啊，因为你的利好出尽了，对吧？而且这一次的话，就是美国的各个这种对冲基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好，手里边囤了大量的现金，他们手里边的现金可能已经超过了可能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 GDP 的总额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数字啊。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在下周二、下周三传到国内应该下周三上午了吧？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惊喜的25基点降息的话，那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些的如果是说这个降息50基点的话那没准还可以稍微超一点预期。但是现在，银行里面的这个理财经理也都是说大概率还是25基点会相对来说比较稳一点那么这个要注意反正我自己是去调仓去了。这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强调不做任何的投资的意见和建议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都别找我。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故事就是 Oracle 快速的6小时这个首富游这个背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凯文回来了呀，这个真不容易你的女大怎么样了？这个是我们关心的，赶快给小班子加上。好让我先从头看看。范老兄好，大家周末好，好久没来看直播了，先赞后看好习惯，大家点赞了吗？对呀，你像今天我讲了49分钟了才150人，哎，无所谓了，反正这种话题呢，大家这个听个故事就好了。老范，大家周末好周末好，周末好。
刚去官网抢了一只 iPhone 17，好吧。这个 iPhone 17好像出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是中国 iPhone 17 Air 被叫停了，暂停。原因呢是，前面我们讲过一期视频，就是今天早上放了一期视频吧。这个只有联通开通了啊，然后这个视频放上去的时候呢，电信说我也开通了，但是呢只开通了北京啊，全国其他地方都没开通。移动的那边还在申请，还没下来呢。说这个最后移动就上去闹去了，说你不行啊，这不是让用户全跑了吗？而且这次中国联通还做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往这个手机里头烧这个 eSIM 卡，必须是新卡。你说我原来有一个旧卡，我现在想我得烧一个行不行？不行啊，我不给你烧，你必须是新卡。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得从联通和必须得从移动和电信往我这转，我才给你烧进去。这等于赤裸裸的要去抢另两家的用户啊！现在就国家说算了，谁也别费劲了，都停下来。然后等到这个我把移动也批过了啊，大家都准备好了以后啊，1、2、3一起跑啊！现在玩了这么个事儿。王腾大帝被开除了，双方看着都挺克制。之前看了你讲饿了么 CEO 的事，感觉挺严重的。首先要注意一点啊，这个跟雷军呢还是要讲礼貌的啊，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因为我是给雷老板打过工的，虽然没有升到王腾那么高的位置啊，但是呢，跟雷军呢还是要讲礼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这个圈子里头不能跟你讲更多其他东西了啊。这个好久不见了，对，是这样的。Oracle 90年代那个也太夸张了吧，这样老板都没抓进去，罚钱啊，最后是花了$10万跟那个叫谁了，跟 SEC 和解了，对吧？当时真的是钱比较值钱啊。iPhone 17 Pro Max 打开就没了啊，这么夸张吗？我都没惦记去抢这玩意儿。我抢的标准版啊，不玩游戏，也不咋拍视频。今年的标准版，牙膏挤爆了啊，正好适合我啊。不出意外的话，打算用个3、5年。我现在还是15 Pro Max，我准备，反正今年不准备弄了啊，明年再说了。更正啊，是不在手机上玩游戏，好吧？来了点赞啊，欢迎欢迎。可以的啊，性价比很高啊，是的，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啊？这个 Kevin 是终于又这个溜回来了啊，这个欢迎欢迎，再给老范上1个月会员啊，你得连续上啊。最近好穷，回国工资变少，感觉都不够花，估计你还是在女大身上花太多了吧。计划10月份去香港搞一台港版。Pro Max 搞港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到香港搞这个17 Air 啊，那个东西拿回来没法使。只买得起17的这个普通版，感觉还够用啊，但是又担心8G 内存太少了，现在开几个 APP 就杀后台。苹果应该没事，因为 iOS 系统的这种抢占机制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啊，应该还是不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安卓你确实是需要去思考杀后台的事情。冠炳兄你好啊，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活规律啊？是的，这真的是我们的生活楷模啊，倒不至于。现在16 Pro 的也是8G 运存，其实都够使啊，都够使。苹果的内存一向是调教的很不错的，对它的这个 iOS 系统的任务这个分配系统是做的比较好的。这个指标啊，只是习惯而已，好吧？输入法有点可怕，都上指示了啊，是的。不过这次看上啊 iPhone Air 的朋友要留神了，现在已知这只手机
只有上边有扬声器，下边没有啊。就是你比如横过来的时候，它这个声音不均衡是吧？我是对这玩意儿没什么兴趣。这一代上了高刷 Pro 都没啥吸引力了。哎呀，这个我还是要买就买 Pro Max。我一开始拍照就杀后台，还好吧，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其实不怎么拿手机拍照啊，我的拍照基本上都是大疆设备拍照。iPhone Air 主打是颜值及正义，这就对了，只要好看就够了。是啊，我期待标准版上高刷很久了，以前实在是鸡肋。本人上一部15只能做副机，就是因为没有高刷。其实，哦，我因为都是 Pro Max，所以我应该都是高刷，没有这个问题啊。现在 Web Coding 上瘾的人越来越多，某些前项目经理就贡献了很多 token 了，绝对的。我现在使这个 Codex 使得风起，实在是太爽太爽太爽了啊！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3遍。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把Cloud 那个 Gemini Client 和这个 Cloud Code 全都戒掉了啊。现在完完全全就是 Codex 啊，非常非常爽。不用苹果还不行啊，这个电脑、手表、耳机都是苹果的，已经陷进水果的坑里爬不出来了。哎，你像我是只有这个手表和手机是苹果啊，我电脑是苹果的，还有 iPad，不行，我也掉坑里了。但我耳机不是啊，我耳机是索尼的。没事儿，像大公主似的走一次流程啊，就可以被动脱粉了。这什么意思？没看懂。现在苹果就是主打情绪稳定，节省时间成本，但并不出彩。以前的苹果是骑机车的摇滚青年，外加多金霸道总裁，是整条街最靓的仔，好吧？这个像以前去 KTV 里头的那小姑娘全都是苹果，而且是最新型号的。手机我只用苹果啊，这个极简主义美学，哎，其实你都是被训练出来的。其实我挺喜欢 Plus 的啊，这一代 Air 的电池太小不够用，而且 eSIM 国内不太方便啊，可惜 Plus 取消了。是的，Kevin，像你这种就直接溜出去就行了呗，直接溜出去去整一个这个香港整一个，那边的这个 Pro Max 不就完了吗？应该都去抢手机去了，好吧？今天反正人少就人少吧。今天的这个故事也确实是费点劲啊，最近有点被榨干了啊。对，看看你这个样子像，为啥要在官网买？我看拼多多已经补贴1000了啊！拼多多这么狠吗？咱们也不是遥遥领先的精神股东，更何况菊花的系统啥也干不了，啥也不兼容啊。这个菊花的事情就算了。eSIM 会造成监管漏洞啊，其实监管没有漏洞，漏洞都是电信公司和运营商自己干的，啊，没有真正的这个说我通过远程写卡就怎么样，就是当时之所以收拾他们，就是因为电信公司自己偷偷开后门，把这些 eSIM 全都给批发出去了。全国联保啊，哪里买都一样，这个反正不一样啊，因为中国电信现在开通 eSIM 的只有北京啊，这个中国联通开通 eSIM 的还缺5个城市啊，缺5个省啊，就这种边角料的省都不认识。然后移动到现在还没开啊，所以千万别说在哪儿买都一样。水果官网14天无理由，天猫、抖音自营店7天无理由啊，其他即使是授权店开封啊也不享受无理由，就这么简单。哎，其实你不太需要无理由，你像我的 iPhone 就都是在拼多多上买的，买了也就慢慢使呗。
这手机根本就没什么讨论价值。哎呀，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吧。甲骨文未交付的订单都在几天内计价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已经没得炒了，还是真有那么热啊？这个肯定是大家叫符合宏大叙事的主旋律呗。我也想问女大的问题啊，想了想，觉得还是抑制住好奇心，结果博主嘴替了啊。对啊，这个开稳溜回来肯定是要问一嘴的呀。我感觉我买回来也不太会退啊。对，等等双11吧，官网买连国补都没有。是的，你不能光给自己买呀，你还得给女大买一个呀。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5999啊，不就是为了国补吗？是的，他们就是设计好的。我15 Pro 还在用，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我也是，我是15 Pro Max 还在跑啊，6000以上没有国补。是的，不买啊，没国补，国补给老妈买手机用了啊，孝顺。反正我没有那年官网买首发的啊，这个一般都是双11看看拼多多啊，这个才是比较理性的消费。必买 Pro Max 电池给力啊！我一般这种东西都是买 Pro Max， 符合我的人设啊。太小的拿出来有点手滑，苹果官网又炸了，不挺好的吗 ？iPhone 还是要买 Pro Max 的，是的。整个手机行业都没什么值得看的手机。哎呀，这个，你想以前大家还有个手机的外形设计，现在都是一个直板啊。哎，你们有没有人期待今年据说要发布的苹果折叠屏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期待呢？还好多人说，哎呀，折叠屏要怎么样了？这个折叠屏真的有意义吗？这事儿我真没想明白。Pro Max 其他都好，就是太重了，我手抓着不太舒服啊。这个你可以买这挂绳挂脖子上啊。不喜欢太重的手机，这次17 Pro Max 比15还重了10克。哎呀，这个我告诉你，以前很多这个手机上还要加配重呢，就是为了让它压手，感觉更值钱一点。Watch 10有没有必要换11？我的 Watch 还是6呢，我都懒得去换11。之前在谷歌上班的时候，公司可以领免费的 Pixel 用，但是大部分同事都是自己买的 iPhone。我记得微软的应该基本上都是 iPhone 吧，甚至微软的工程师还是一堆的 MacBook Pro。深有感触啊！我拿普通版出门跑步一点没负担，Pro 就掂量掂量，哎，其实也没啥负担。Pro Max 习惯就好，现在都觉得感觉不出重来了，我也感觉不出来。什么时候连线一下护尘风？护尘风是谁？不认识。手机我只用大法啊，索尼的吗？这个索尼手机可真的是用户量不多了，据说就是摄像特别好。幸好我苹果退得早，现在家里几台电脑全线 Linux 啊，连我孩子都会用。哎，这个没法整啊！你到后面上学了，还是需要用 Windows。作为多年苹果用户，表示老范的观点确实有道理。别说啥好听的，我们都是自适应了。是的，今天英文世界谈的都是那个被暗杀的右翼青年。反正那哥们儿怎么说呢？我现在的感觉是，川普他们准备造神啊，准备造第二个马丁路德金出来，而且呢，大概率会成功啊。这个，因为一旦这个人被打死了，他就彻底成神成圣了啊！因为他们不可能错了，哪怕你去嘲笑他说：“哎呀，你看他说这个，应该持枪啊，哪怕付出一些，生命代价，也应该去捍卫持枪。”这种事情，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来去捍卫了这个持枪的观点。有些人觉得这事很可笑，有些人就觉得这事很可敬。
对吧？就很多人讲说，哎，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了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他算是彻底的成神成圣了。早晚有一天啊，这会成为美国历史转折点的事件，绝对的。比特大陆准备在美国生产设备，用 ISIS 芯片，是不是准备直接从亚利桑那台积电买的？这个，反正上次比特大陆买回来的台积电芯片就直接送去华为，变成升腾 910B 了。啊，这次看看有这样劣迹之后，他还能不能买到吧？那小伙的事情，中文世界也讲的热火朝天啊，绝对的。就是他讲的很多东西呢，确实是很常识性的东西啊。他上来也不给你讲大道理，而且呢，这个人的脑子很快，逻辑也很清晰。他可以坐在这种校园里头说，哎，你来反对我，或者说你来证明我是错的，对吧？跟一个一个的这种呃无法逻辑自洽的这些左翼啊、LGBTQ 的这些人去进行辩论。就是他很多辩论视频还是非常强的吧。虽然他对中国很不友好啊，就是他觉得中国很讨厌啊，然后这个中国这不好那不好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右翼嘛，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最终呢，他为自己的呃怎么说算理想也好，或者说叫理念也好吧，献出了生命。感觉国内以后不会放开给外版手机开放 eSIM，即使港版也不行，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呢，其实很多事儿呢叫讲政治，但其实干活干坏了的呢，都是一帮商人，就跟这个，比如说明朝海禁吧，片板不得下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如果你开着船出去了，我们这个中央王朝对于你来说就鞭长莫及，管不了你了。你出去以后称王了啊，那么这个天无二日，这个国无二主这个事儿就有逆人伦啊，就大逆不道了啊，所以你们不能去下海。然后呢，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事儿，支持这个事儿的人呢，实际上都是江南士绅啊，他们支持说片板不得下海，然后自己就偷偷的打造这个船只出去远洋贸易去了，对吧？所以中国很多的事情呢，它是需要翻好多个才能翻过来的。就是你从政治角度上说呢，eSIM 是不好控制，但其实呢，是这些叫什么呢？这个移动运营商呢，他们希望说你们都不能搞，然后我自己偷偷搞啊，我自己去挣这个钱去。你比如说吧，我要去买小米汽车，小米汽车里头其实也是个 eSIM，对吧？它那个 SIM 卡是拿不下来的啊。这个东西，因为你弄个 SIM 卡在上头，你是磕磕碰碰的，它会有接触问题。那么多电器，实际上都是 eSIM 啊，这个就是一个独家的买卖啊，只有我能做，别人做不了啊。最后呢，出事儿呢，比如说电信诈骗了或者什么的，也都是从运营商那儿整出这些 eSIM 出的事儿。iPhone 17出来，安卓旗舰还有机会吗？有的是人就不使 iPhone 的，去国外激活 eSIM 也要对应地理位置嘛，比如能在日本开通英国 eSIM 吗？可以啊，你只要离开中国，你开哪儿的 eSIM 都行啊，只不能开中国的 eSIM，因为中国 eSIM 必须在中国境内的联通营业厅或者是北京的电信营业厅才可以开通，而且要拿着身份证，还要是新卡啊，你是旧卡还不给你开。你说我把这旧卡消了啊，然后给我把这号写在这个手机里去，不行。物联网卡现在是不是都要绑定主体了？其实不是啊，因为你大量设备你是没有主体的，对吧？我记得之前开过一张啊，要登记身份证，电诈的号码全都是三大运营商泄露出去的，卖卡卖实名号码都是啊，这个实名跟他没关系，但是呢，他们确实卖了很多卡出去，卖了很多号出去吧。之前那个女大分手了啊，嫌我太温柔，她喜欢粗暴的。我天，这怎么一下上强度了？你这个，凯文，你这个啊，一下把我们的这个很正经的节目给带歪了呀。还记得当年啊，老乔亲自配音的苹果广告，
一个红衣美女啊扔锤怒砸老大哥啊，如今苹果自己跟老大哥合作了啊，这个那只能合作，那你怎么办呢？他毕竟是个商人嘛。新聊了一个刚毕业的准女大，是律师，玩的也很开啊，国内找对象还是挺容易的，好吧？这个一定要玩的开心啊，多玩几回。这个17如果补贴之后4999安卓机没机会了，有机会，有机会。苹果折叠屏应该明年吧？不，据说9月份发布吗？9月份开发布会，现在不好说啊，因为苹果的事儿，都是号称要保密嘛。哎，怎么点不上了？算了，不点了。说没有值得看的手机的朋友啊，可以看看 Shift Phone 8，这是什么？我还真没见过。中国国内年轻女孩确实比一些西方国家的开放了。这个不知道你怎么得出的结论啊？我们就不问了。不期待，对所有的折叠屏都不感冒。折叠屏是软屏啊，这个摸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吧？这个怎么消不掉了？不能再点了。好了，我的是7啊，这个真没必要换了，好吧。不期待啊，折叠屏很容易坏啊。我还在用三星 S6的，我还在用三星 S6的时候，好像三星有个折叠屏，有人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屏幕摔坏了。我后来就从安卓转苹果了，好吧？苹果不用刷机啊，苹果升级还是比较舒服的，笑死了。入职国内微软只让用 iPhone，国产安卓手机过不了安全核查。这个安全审核，这个我没想到啊，这个又长知识了，挺好的。买了小米股票2个月，现在还亏钱，调仓的股票蹭蹭涨了近50%，现在挣点钱都是基金的涨的啊。买的股票都亏啊，一回调随时亏，真是没财运，好吧？小米这东西就不能买股票，只能买车，而且电脑都不给啊，给了个二手 Surface 啊，二手 Surface 这也太丢人了吧？想用 MacBook 的自己买啊，还允许你们用自己电脑就不错了。Pro Max 是真的重啊，我也是一直都 Pro Max，但是手小，这个真的是觉得带个小电脑出门，哎呀，这个塔主你用 Pro Max 的唯一的原因肯定是为了衬托脸小，对吧？女生都是有特殊目的的买这种大手机，就是最早做大手机的是三星 Note，三星 Galaxy Note 啊，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韩国女生买回来显得脸小用的，啊，其他其实没什么用。啊，希望苹果17数字版多给果粉一些优惠啊，这个人家也是挣钱来的，对吧？我有个同事小哥哥就很想要那个 iPhone 折叠屏啊，祝福他，好吧？这个我也期待这东西到底长啥样啊？三星手机也不错啊，三星在国内基本上没法使，因为三星在国内呢基本上都是运营商的这种机器啊，它都是装满了好多好多的 APP 啊，完全没法使的一个状态。现在手机的评测有问题，比如评测手机的厚度，为什么要测量最薄的地方，而不是包括摄像头在内最厚的部分？就人家现在最厚的部分已经没办法了，那人家在最薄的地方给你做的更薄，你也得承认人家的成绩啊。我从湾区回国内，感觉像是进了山姆超市，选择太多了啊，各种类型、性格的女生，慢慢选，不着急。
13 Pro 钉子户表示还可以再等等。哇，你这个真吓人。最近换 Pixel 10 Pro 啊，这个国内好像没法买 Pixel 10，我记得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人之前的视频，真的是辣眼睛，无法看下去，死者为大，但是真的辣眼睛啊！我没看过它完整的，我只是看到一些这个截取的片段吧。因为国内呢，抖音上也有一些极右的人去截取他们的片段，包括这些人去放什么那个德国选择党魏德尔的视频什么的，对吧？国内也有这种极右势力，而且很多。摄像头凸起本身就是问题啊？难道容易磕碰，而且桌面上放不平？如果加上手机壳，那么做薄的机身就没有意义了。对啊，我发了帖问啊，我说，这个 iPhone 17 Air 加个壳加个膜，你说费了劲干嘛？做那么薄？真实美国普通人咱也不了解，反正声音大的处于政治光谱两头的人，这个观感都很奇怪啊，这个就不知道了。犹他州是他们右翼的大本营，类似他们的延安。如果他在这样的地方被做掉了，我觉得现在自己脑子里都是阴谋论啊。自我检讨一下啊，这个犹他州我还真不太了解，没去过。当年苦追不到的高中、大学班花，现在看的都有点人老花黄了，已经没啥兴趣了。还是00后好啊，性格开朗，活力满满啊，给满满情绪价值，挺好的呀。多挑啊，慢慢挑，不要着急。苹果嘴上说看重用户隐私，实则云上贵州加各种中国特供。但是换个角度想，苹果其实也很明智。比如一个商人就算是有心解救一群奴隶，但如果奴隶不仅不配合，还大概率会向奴隶主举报商人，那么商人就只好跟奴隶主合作，卖给他更高质量的鞭子，最后无奈的把钱赚了啊！这个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云上贵州的数据没有那么好调啊，这个不像其他那些安卓手机可以随时调用。苹果呢是这样，就是你要调呢，我确实给你，但是呢，对不起，你必须走正常手续啊。但是要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事儿是没法走正常手续，没法留底儿盖章的啊。那么以后所有这样的东西，你就别来找苹果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苹果在国内还算是最安全的。这个塔主老范 DC 群就说那是以色列干的啊，这个我觉得没必要阴谋论了。这些 iPhone Air 要是加厚一点，电池做大一点，加上卡槽啊，就是我心中的完美手机了。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做薄，专门把卡槽去了，把电池做薄了，要不然这个是违反物理规律的呀。美国人是讲支持就该行动啊，所以这个事情肯定会被利用，强制生产厂商会枪支生产厂商会大赚一波，好吧？Kevin，你一定要区分他们到底是喜欢你还是喜欢你的光环，光环嘛，可以用来短期的情感，要好好过日子的话。还要确定他们喜欢你本人啊！只要不要轻易对被女生迷惑榨干啊！这个凯文现在已经榨得干干的了，对吧？买 iPhone 只敢买这个标准版了。说句实话，Pixel 的体验远超苹果，我还真没怎么用。其实我从来没有正规使用过 Pixel 啊。原来上班的时候，办公室发这个东西，因为当时还调程序，调安卓程序都是要 Pixel 上调。但是呢，我真的是没有正经使过这东西。喜欢粗暴的这个不要太过分啊！你们现在新的 iPhone 17没有插卡的版本吗？iPhone 17 Air 是没有插卡版本的啊。iPhone 17的 Pro Max 美国的没有插卡的啊，香港的、日本的、泰国的都可以插卡。
大佬憋着点，别把这儿的屏，别把这个屏给搞黄了啊！这个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Pixel 在美国用还好啊，回国有点水土不服，性能太弱了，开个高德地图扛不住，一直发烫掉电。我之前在谷歌的时候，给他们吐槽过，说谷歌自研芯片是不是被制裁了？怎么做的比华为还弱啊？这个很奇怪啊！今晚的节奏再这么下去就是赛博深夜小电台啊！评论区 hold 住，对，你们都 hold 住啊，不要乱讲。安卓和菊花啊都是都有的是受众啊。其实真正挣钱的不是旗舰机，而是2000以下的这个走量机，是这样。就是你去看小米，大概平均手机的售价也就是2000块钱啊，差不多是这个水平。被暗杀那个是真的行动家，他从2012年左派最高潮的时候，在美国大学宣讲，一步一个脚印儿走了10几年，几百上千场对话，不管赞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这个实践能力啊，这个是真的。我只是服气他的勇气，其他的就很难看下去了啊。这个，反正我可能还是要更喜欢一些他的观点吧。我有个朋友台湾的啊，以前在大法和苹果都上过班。大法上班的时候拿了一大堆手机、相机、电脑，到苹果的时候也拿了一堆啊这些东西，然后公司发的手机都是有安全锁的啊，连接设备都要握手，这个是肯定的。自己家的手机就是为了干这个使的嘛。有的是插卡的版本啊，只有北美的几个区是 eSIM 不带插卡的，是的。Pixel 用国内软件都会变热，我用 WhatsApp 的视频没有问题，用微信的视频就会被加热啊。这个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他们使用的一些，比如说H.265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没有走正确的通道啊，最后被软解了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不期待折叠屏，好的。我现在很纠结，感觉这个玩得来的、有情绪价值的女生都不适合结婚，适合结婚的女生又较死板啊，这个相处起来没啥感觉。你先玩呗，玩几天再说。微软这种企业在国内决策员工手机的时候啊，难道没有 MDM 加 COPE 或者是 COBO 这种模式吗？这个就不了解了啊。身为过来人的我，身为过来人，听我劝啊，非必要别过来。什么意思？人家就在国内呢。说的这个，看苹果发布会还专门解释所有摄像头芯片都可以放在什么里头啊？这个就是欲盖弥彰啊，这就不知道了。护尘风直播说 iPhone 啊，护尘风是谁不知道？这个想自己折腾 AI 应用 Mac Pro 应该是要高配嘛？这个我不建议在本地跑 AI 模型啊，最好还是在云端跑，真的没有必要在本地跑，太不划算了。好像云上贵州的老大被抓了啊，这还真不知道，回头去研究一下。人家说这种极端的话是有流量的啊，没必要太认真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就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对吧？我可能很多左派的人压根就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开苹果的数据要文件啥的，是的。苹果手机到底能被破解吗？肯定能，这玩意儿不要想能不能的事儿。怎么刷屏？
不显示评论了啊。这个因为我这儿可能内存占的太多了，我再去点击评论的时候呢，它点不中了啊，刚才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其实现在年轻人交男女朋友不咋看什么光环啊，大多数都没想长久啊，长长久久好的啊，处的开心就行了啊，这就对了。所以现在好多这个00后的都不再叫这个美女啊，人现在叫精神小妹儿。精神小妹儿就是提供好情绪价值，然后就是来玩的开心的啊，你也是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人家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开心完就完了。可别用 Pixel 在国内没法用啊，没有本地化用着太拉了啊，这是肯定的。Pixel 8 Pro 用户在这儿呢啊，这个繁体字没看出来，我还是想换不换10 Pro Max 啊，10 Pro XL 啊，好吧，这个是准备换 Pixel 的。我被 YouTube PUA 了啊，说我再不更新就要被吊销变现资格了。我今天要开始更新了，或者直播一个啊，不，你还是多更新几个吧。我觉得本地跑个 ASR 可以啊，这个其他的没必要。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没必要在本地跑。老范不聊聊这个刚才不是在聊这个人吗？聊了半天了。老范出门可别叫人家精神小妹儿，这个好吧，不是啥好话啊，这个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咱们还是要有基本的尊重啊。而且你像我这岁数，长相，有精神小妹儿也不会搭理我的呀，对吧？不用太担心这个啊。突然想到啊，现在从极左转向极右的那波人，如果有后发现极右的肮脏，那这波人会不会以后转这个精神病？哎呀，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你甭管是极哪边啊，精神都没有那么特别正常。就是这种二极管的人，我是比较讨厌的。啊，至于啊，刚才咱们说这位美国的年轻小哥被枪杀这位呢，他其实还没那么二极管，我感觉就是他至少是每件事他还愿意跟你掰扯啊，就是你可以慢慢讲，你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然后呢，他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话来去跟你沟通啊，这个要比一上来很多人说你读过这个书吗？你读过那个书吗？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话，对吧？比这个还是要听着舒服很多的啊。精神小妹和叫小伙黄毛差不多啊，好吧？叫小伙黄毛是啥意思啊？这个我是真不明白。哎呀，这个你们家姑娘还小啊，等你们家姑娘稍微大点你就知道什么叫这个防范黄毛了。啊，这个名词解释就不用给我来了啊。极右啊，也是脑子有点问题的。这个呢，其实甭管极左极右，包括在我们这儿频道里头吧，有人这个，只要说华为好就不行啊，或者只要说中国品牌好就不行啊。有些人呢，只要说中国品牌不好就不行，这些人其实都一样的人。但是呢，甭管你是哪头的啊，愿意好好说话啊，我们都欢迎啊。但我们就怕这种不愿意好好说话的，一看见这个就直接炸毛的这些人啊，这个是我比较讨厌的。对，那个人的口才确实不错，是这样的啊，难过。那个只处了几个月的女大还是挺喜欢的，有机构做老师啊，在机构做老师，又爱运动160典型江南小美女，可惜性格合不来啊。经验总结就是不能对女生太温柔啊。你这个太，我们就不跟你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啊。这个黄毛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引申为这个睡人媳妇儿的隔壁老王啊，这个其实现在黄毛一般还是对小女生去的吧。美国的政治分裂这几年都挺严重的，是这样的。更正啊，隔壁小王啊，是的，都是小年轻。好吧，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人了，大家都去
干嘛去了？还是说今天这个话题太无聊了？周末啊，就是再更一条罗永浩跟这个西贝莜面孙吧，然后我看看是不是去吃一顿。我其实真的不太爱吃西贝莜面孙啊，然后跟大家讲讲预制菜的事情。然后本周的会员让我放假一周啊，然后下周再继续更新会员频道。好，大家周末愉快，再见。